嘿嘿嘿，我是 Jerr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美商求职面试之一面试心法。继之前分享的 Google 面试流程的影片之后呢，这次终于把面试心法带给大家啦。上次提到 Google 最后一关的美国大主管对我说 You have a very bright future ahead of you, Jerry。 我在最后一题，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我究竟回答了什么让美国大主管这样说呢？这集我会包含10个你从其他 YouTube 频道看不到的独门面试心法，即使不是外商也非常适用哦，请一定要看下去哦。至于这个美商求职面试系列之2之3会是什么呢？我会带给大家面试之前如何调查、准备还有练习的方法，以及我会透过这个系列的影片在下方留言区搜集大家遇过最难的面试问题，我会考虑做一集你遇过最难的面试题目的解析。所以请大家踊跃在下面留言哦，分享你遇过最难的问题。我也想借此说明一下，我所分享的面试秘诀只是就我有限的个人经验分享而已，希望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所以如果有其他不同观点或者是反对意见的朋友们，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哦。其实从2012年找第一份实习开始，人生经过大大小小跌跌撞撞的公司面试，也收过不少拒绝信。虽然我看似拿过 P&G 的 offer、Apple 的 offer、Google 的 offer， 但是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是被这3家公司拒绝过的哦。甚至 L'Oreal 当时那时候储备干部的第一轮跟 HR 面试完之后直接被刷了，或者是中国信托的金融储备干部做完第一轮智力测验之后就谢谢再联络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其实面试录取呢，机运也是挺重要的，得失心千万不能太重，因为你不知道如果这次错过了这间公司，而你选择了人生另外一条道路去走，如果你能用心享受和发挥，何尝不是一个人生的美好历练呢？同时也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直到与你的 Dream Company 再次相遇。告白被打枪、被分手、被劈腿，也要是一样的态度哦。最后的报复式魅力，最美的盛开始反击。人生还很长，是你的终究会是你的哦。回归面试最重要的一点呢，其实就是推销自己。用行销来比喻的话，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产品。你要了解产品的内容是什么，你的目标客群 TA 是什么，产品如何可以符合你的 TA 的需求。其实我也是上次跟 Google 面试了之后，我才发觉应该好好设计我的回答，追求能在30分钟内的有限时间给出去所有答案都要是最切中他们需求的精华。以下10个面试心法都是环环相扣的，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哦。第一，聚焦式自介，包括最早以前我自己在内，我的自介都会以自传式的自介作为开场白，但这个真的很母汤哦。Hi, my name is Jerry. I'm from Taipei. I'm 30 this year. I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2 brothers. I'm an easygoing person. I went to Chengchu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Lishan Senior High School. 自我介绍的重点呢，在于第一，简短而基于事实的陈述，你要避免过度自满跟过度自卑，基于事实讲就可以了。第二，客制化与职位需求相对应的亮点。第三，用动词举例，而不是用空洞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的人格特质。比如说，我想强调的是我的执行力跟创新能力的重点，那我在接下来所有的回答，我都要紧紧相扣这2个特质。第四，删除对方没有共鸣或者是会产生误会的描述。比如说我在跟 Google 主管面试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提及我读过台湾的交大跟台大，因为我相信他们根本不知道台湾的学校状况。第二点，我甚至也没有提及到我在微软做过 marketing， 在雅虎做过 marketing， 在 MSD 做过 financial planning， 因为我相信这些东西跟我的亮点跟我的这次要面试的职缺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且讲太多他们也可能会 confuse， 你不是应该是 supply chain 吗？为什么你会做 financial 或者是 marketing？ 虽然我会有很足够的 justification， 就像我上一支影片讲的，但是我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去回答这些问题，我要好好的利用这30分钟。Hi, my name is Jerry, originally from Taiwan. I finished my bachelor degree in Taiwan with double major in management science as well a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nce. I also hold an MBA degree from Taiwan, during which I spent a half year to Brussels for an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After graduation in 2016, I soon joined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at Taipei office for the server NPI supply demand planner. After 1 year and a quarter, I joined China in 2017 as a supply demand planner in the team, managing our programs for the NPI, sustaining, and EOL stages. During my journey with I have 3 highlights to share with you. Firstly, I successfully supported the 2 programs launches, which were the 2018 and 2019. Secondly, 3 months after I joined, I initiated a project called
which I leveraged the Tableau trainings to transform the Excel-based analytical tool to a Tableau-based online tool. This project was soon sponsored by our and rolled out to the whole planning team. And I was selected for the Innovation Pioneer for the sharing session in the annual meeting for my org, and to represent my division to be the Innovation Advocator to shoot the testimonial video to be played in the Innovation Forum for the whole HR procurement and operations team. Thirdly, this year I rotated to the team to support their sustaining and EOL programs for 1 quarter.这样自我介绍的好处呢，第一点是因为面试官就觉得你就是他们想要找的人才，因为你讲的东西完完全全都打中他们想要的。二来是因为你的 highlight 可以起到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效果，因此接下来的30分钟，他们很有可能都追着你问你的相关经历，而且又是你引以为傲的经典案例，甚至完全没有时间再去让他们问那些你比较没有把握的问题了。为什么人孔盖的设计要是圆？整个面试过程就给你 hold 住了。第二，铺梗，在恰当的时间点跟问题铺梗，会让面试官对你产生好奇心。这其实也是跟自我介绍有呼应的。但是铺梗的动作在每一道面试题目都可以适用哦。有几点要注意。第一点，你铺的梗必须是对方感兴趣的梗，甚至是跟职位需求有直接相关的 personality 或者 skill set。第二，这个梗是在自我介绍以后，在每一道面试题目当中都可以回扣回来。第三点，在每一次的回答当中都与这个梗相互呼应，都能让面试官再加强对你的认识，还有对你人格特质跟 skill set 的强烈连结。比如说我在我的自我介绍当中就举了我的行动力跟我的创新能力的梗，那在我的之后每一道面试题目回答当中都会回扣回来。第三，逻辑叙事。逻辑是什么？能吃吗？很多人被骂过讲话没有逻辑。很多前辈会把逻辑挂在嘴边讲，但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好的叙事逻辑跟结构呢，甚至可以帮助外行人去理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跟你的结论是什么。第一点，你讲话要简明扼要 ，straight to the point。第二点呢，讲话要有顺序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The STAR Method， 也就是 Situation, Task, Action and Result。照着这样的顺序来，大家都可以说出一口好故事。我把相关的连结也放在了资讯栏下方，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第三点，去检视因果关系是否强而有力，检查论证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原因 A 会不会导致结果 B 呢？第四点，看看有没有重复或遗漏的地方。重复的案例呢，像是原因 A 跟原因 C 都导致了 B 结果，但有没有可能原因 A 跟原因 C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或者是互相包含的关系呢？遗漏的案例像是原因 A 导致 C 结果，但是有没有可能原因 D 跟 E 都是导致 C 结果的原因呢？第五点，实际的数据或例证，但在这边要讲一下，并不是所有的 scenario 都可以用数据或例证来证明，所以这个算是 optional。第六点，条理分明，大家可以多尝试用1、2、3、4的叙事方式，加强你的结构性。如何训练自己的逻辑叙事能力呢？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资源跟练习方式，我在下方资讯栏也贴了一个连结，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文章。第四点，见缝插针，也就是借题发挥的意思。当你回答到一个问题，你可以就沾到一点边的地方去延伸，或者是借机开话题，好让你继续把话题带到你已经准备好的那些案例或者是成功的经验。所以你平时就要多多练习，在你的成功经典案例里面，试着用不同的角度分析你这个成功案例。所以在不同面向的面试题目 cue 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借机带入了。至于面试前要怎么准备这些经典案例，以及要如何做一些调研呢？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上片通知哦。例如我被问到有一个题目是，你有没有一个经验是在一个 project 里面，你不是领导人，但你试图去影响一个决定或者是事情的发展方向？问到这个问题，我坦白来讲，我也是沉默了10秒。最后我甚至提了一个有点文不对题的一个答案，但我清楚知道面试官是在考我如何发挥组织内的影响能力 ，How I influence others。而我也想见缝插针去说一个我有影响力跟有行动力的一个经验。我们来用 STAR 的架构来示范。As a program planner,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 worldwide allocation plan published by our US counterpart is feasible.
feasible, which means it needs to align with the latest capacity plan and material status by different config.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when several programs suffered from infeasible worldwide allocation, which led to production plan attainment shortage and capacity idle. Even we planners highlighted to our counterparts management, they didn't improve significantly. Hence, we need to deep dive the root cause why they cannot generate a feasible plan and make necessary corrections. So, first, I set up a meeting with my worldwide counterpart to understand how she solves the worldwide allocation. Second, before the meeting, I collected some cases from different programs that indicated where we could see the plan was not aligned with the capacity plan. Third, in the meeting, I walked her through the result we saw infeasible and asked her to walk me through how she took the capacity plan numbers to bake into their allocation. Then, we found the root cause was they ha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capacity plan high case and low case, and they've been referring to the wrong columns of data source. And I wrapped up the root causes and actions needed into one email to send to US team and copy my team and emphasized we expect to see the correction from next publication. Lastly, I prepared a sharing session to share to my team how Worldwide solved the allocation and what parameters they would take. In the end, Worldwide made a feasible plan for the next week. Factory finally stopped complaining, and our regional teams avoid attendance miss for several programs. And due to the sharing session, in the future, whenever individual planners encounter similar issues, they know what logic and what terminologie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US counterpart to troubleshoot. 语毕，我其实很担心面试官会不会骂我答非所问，但是很压抑的面试官到最后还说 Good job。但是如果再重来一次，我应该会选择跟他坦白。Sorry, I don't have exactly the same example, but I can try to share a similar experience. 第五，讲行话。透过事前准备跟调查呢，你可以大概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跟组织。讲行话会让对方觉得你就是这个产业这个 function 的自己人。行销的话像是 TA、conversion rate、click-through rate、agency， 或是一些概念像是 SEO、growth hacking。供应链的话像是 lead time、weeks of supply、expedite。ETA、OEM 或者是一些概念像是短板效应 bottleneck、gating， 但是讲行话也要注意分寸的拿捏哦，不能够过分预设对方都听得懂你在原本公司讲的一些简称或者是 terminology， 讲太多对方不知道的简称会是扣分的哦。像是因为我在面试 Google 的 Materials Program Manager 之前，我透过调研也得知了他们会使用 CPB 这个一般供应链物料管理里面会使用到的缩写，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就会放心的使用CPB 这个字。但是很显然的，我知道排产计划这个概念呢，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叫法，所以在跟 Google 面试的时候提到这个概念，我会用比较中性的词，像是 production plan 来描述。所以事前的调研跟准备功夫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会在下一集美商面试求职系列有更多的讲解。第六，不怕承认犯错。被问到犯错的经验，或者是在面试过程中犯错，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及时补救，或者是知道要如何防患未然。人都会犯错，每一次的犯错都是成长最重要的宝贵经验 lesson learned。主管们最喜欢看到的是一个人有觉察力，有反省能力，反省后会成长的人。如何在例证之中去证明你有这些能力呢？你可以去提一些 proposal， 去说下一次怎么做会更好。比如说很多人会被问到失败的经验，如果你只能分析失败的经验，知道原因跟结果，这并不是面试官最想要听到的答案。他们更期待的是你当下做了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或者是行动，去让结果不至于太糟，以及你有没有去做一些防患未然的动作，去防止未来再发生一样的事情，甚至用自身的经验去 share 给 team member， 让大家可以一起成长。你也可以说，如果能再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另一种状况是，你在面试时的 presentation， 你已经觉得你举了一个例证，好像会绕到了一个没有结论或者是结论不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更正的。老师，这题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你可以马上举手跟面试官说，抱歉，可不可以重新来过，不要把话题越绕越远了。例如我被问到我有一个5页的一个 PowerPoint， 你要去 present 一个 project， 那你这5页要写什么？我那时候太猴急了，都还没有想好5页的配置，我就急忙接着讲，我第一页要放遇到的问题跟目标，第2页要放解决方式。但讲着讲着就好像发现放不满3页，我就急忙说 Sorry, let me correct from the beginning。 结果我把我5页要讲什么都讲完之后，面试官就说 Good job correcting the mistake。 第7点，讲点他们不知道的事。
第一种方式是你回扣自身的亮点的技能或者是个人特色，出奇制胜。举例我当初面试我的例子，我当时在想我要如何从 candidate 中突出，又要展现我的数据能力跟我的创意能力。我在最后一关2个小时的英文供应链数据分析的 case study 面试，其实数字不复杂，要规划的产品规格也不是很多，拥有最基础的 supply planning 的推理能力跟 Excel 技巧，其实就足以应答这个 case study 的所有 scenarios 了。但是我在用一般数学跟逻辑解出这些 scenarios 之后呢，我给自己安插了一道加分题。我当时用学校学的 Excel 的 solver 规划求解这个插件，设定目标函数还有参数，让系统跑出一个自动化的最佳解。当时面试完了之后，大老板就说 very impressive。当天走出会议室，其实我已经有信心应该可以拿到 offer 了。第二种方式呢，是你实时去 update 一些产业界的最新知识或者是技能。比如说你拥有 machine learning 的 background， 你要去面试一个 marketing team 或者是 demand planning team， 你可以事前去构思一个初步的 idea， 在面试的时候去卖他们，来帮助他们的企业跟组织达到另一个层次，并诚挚的表达如果有机会加入他们公司，你必当成为那个推动这个 idea 的人，展现舍我其谁的决心，让公司真的要签下你。因为他们在面试这个 stage 就看到了，把你找进来并不是只是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作业员，而是一个会主动创造价值，帮大家省心省力的价值员工。第8个，偷渡人生理念跟态度。从每一次问答当中，你会去阐述你如何解决问题，其实你也可以植入一些人生理念或态度，像是我在第4点见缝插针的例子，讲我如何发挥影响力去影响别人并解决问题。大家还记得我还讲了什么吗？到最后我还给我的 team 做了一个 sharing session， 展现一个乐于分享、乐于助人的一个态度，因为我总是相信善是可以循环的，你今天帮助了一个人，未来他肯定也会回过头来帮助你的。或者在分享一些团队合作经验的时候，你去分享了你的关键角色跟一些任务，你也适时对于别人的帮助或者是支持去表达赞美或者是感恩，让面试官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今天面试者众多，每个人都非常聪明，每个人的履历都非常吓人，每个人的工作能力都非常强，如何能展现一个人不同的格局跟思维呢？我认为大家可以花点心思反思一下自己认同什么样的价值，而这个人生价值能不能在你讲每一个 case 的时候去展现出来。毕竟他们今天是要选一个下属或者是一个合作伙伴，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跟你所信奉的人生价值跟理念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能不能透过这30分钟短短的面试去展现你平常是怎么待人接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我有另外一个植入我人生理念跟态度的例子，我第10点再讲。第9点，收纳好各种经典案例在记忆的抽屉里。上面讲了那么多面试心法，其实回归最根本的都是要基于你的过去经验。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被其他人的履历或经验给吓到，我就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啊，怎么办嘞？其实静下心来，好好花时间去想一想自己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按照网络上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情境面试题库的资源来刷题，把每一种题型用一页页的 slide 整理起来，不管是 P&G 的8大问或者是 Amazon 的14LP， 其实都是很好的练习工具哦。我也会把一些官方跟非官方的面试题库资源放在资讯栏下方，大家记得看哦。我下一集也会去分享我面试 P&G 宝乔佳品的录取经验，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事前是如何准备跟调查的。在这一番练习跟归纳之后呢，不管你做过什么样的公司，你都会变得非常有信心哦。而且面试主管呢，很多时候并不是 care 你有没有在大公司待过，而是你有没有在人生的历练当中去凸显你的觉察问题、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团队领导、影响力、不确定性、风险控制能力、创新创造等等能力。这个时候有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反而不是个事。第10点，把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问题。前面提到见缝插针，但是如果30分钟的面试过程都没有缝可以插怎么办？那就好好把握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吧。前提是在时间没有严重超时的状态下，而且面试主管是非常欢迎你有任何问题的一个态度。我建议你问以下几个做球给对方丢回来的问题。依照 job description 我的理解，能胜任这个职位的特质有 A 跟 B， 能请您举例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去如何发挥 A 跟 B 吗？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当对方回答完之后，甚至是在对方还在回答当中，你可以迅速的从记忆的抽屉里面去抽出一个最符合这个特质的一个成功案例，然后在这个主管回答完之后，你马上
讲出来，你就是那个最万中选一、最符合这个特质的人了。有没有？有没有？第二个可以问的问题是，目前你们公司或者是你们 team 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机会点呢？因为我个人喜欢什么跟什么，比如说我可以就刚刚那个问题说，我喜欢尝试或挑战新事物。当对方回答完了，你可以马上 echo 说，对，就像我2017年当年加入不到3个月，我就发起了一个 project， 等等等等等。然后加上刚刚第7点，讲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所分享的，你可以事前就先构思好一个 proposal， 试图去帮助他们公司去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帮助他们去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所以在你问完了这个问题之后，反而对你是一个去卖你的点子的一个好契机。第3点呢，是你可以问一些你做过调研之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来凸显你对这份机会的热忱，最好还可以植入你的铺梗或者是一些人生理念。在之前那一支 Google 的面试流程的影片中提到， Google 的大主管最后对我说 You have a very bright future ahead of you, Jerry。 我就是在最后一个 session， 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去问了第3个建议的问题，并且见缝插针的去回应主管有提到的一些点，来证明我有这些 Google 人才的特质。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e? Based on my understanding from the hiring manager, this role will be a real program manager and manage a lot of aspects like planning, procurement, and even supplier responsibility. I heard a lot of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well defined in your company. It has a start point and an end point. If you do something exceeding, it won't always be good because somebody else should take care of it. However, it's not the case in Google. People here like to do different things and not afraid of the unknown. Yeah, I agree. Like when I was in HPE, there was a global customer summit every year in Las Vegas. To let all the employees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summit virtually, every year they selected only 6 employee ambassadors from worldwide employees to fly to Las Vegas and post pictures in the internal social media like a little reporter, and even have the chance to talk to Mac Whitman, our CEO at the time. To fulfill the selection requirement, I made one creative 1-minute video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aipei City to illustrate how I realized HPE spirit in my daily job. And finally, I won the selection from worldwide employees by HRVP. I think not only on work, but like when I was back in school or personal life, I like to try different things because I like people around me to have fun together for something new and exciting. That's awesome. Like in the introduction you mentioned you initiated the project. That's the spirit. There's tons of opportunities that I'm aware of, but many of that I don't even know because I look to those who are in the front line that dealing with the factory to be the expert. If you don't see that opportunity to improve it, then you are just doing your job. But you saw the opportunity and made the positive impact in a very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That's what, shows the whole exceeding expectation. Yeah, as you mentioned, sometimes it's not easy for us to think different. So maybe for me as a freshman with fresh eyes, I can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when I just joined. So I've been keeping reminding myself to always wear different glasses to see things out of the box. That's great. You got a very bright future ahead of you, Jerry. I can see that. I talk to many people. I've done 400 interviews at Google. So just wanna encourage you,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keep that perspective, that curiosity, and drive to try new things. You will do really well wherever you go. 好了，有奖征答的随堂测验来啦！请问我在最后一题的哪里开始见缝插针了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哦。虽然我还想不到有什么奖品，由于我最近在准备去美国的事情，还要应付先修课的期中考跟作业，做影片时间实在有限。很高兴我的 YouTube 影片有帮助到大家，还有大家的回馈。然而很抱歉的是，我真的无法逐一的回答每一个关于求职或求学的私信问题。网友建议我可以提供一个1对1的咨询服务，我做了一个问卷放在资讯栏下方，只是搜集大家对于这种咨询服务的意向调查。虽然现阶段还没有时间心力去提供服务，但是先感谢大家去帮忙填写问卷咯。如果将来有这个服务的话，你也会是第一个收到通知的哦。至于面试之前呢，该做什么调研或者是准备来练习面试呢？我将会在美商求职面试之2来分享，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你有曾经被什么面试题目问过不知所措，干在那边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哦。之后考虑做一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怎么回答？虽然这个东西并没有正确解答的。最后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谢谢大家，拜拜。